上一世她跟渣男闺蜜一起下乡，却没成想渣男和闺蜜搞在一起，被她发现后不但不知悔改，还开车将她往死里撞，将成为植物人的她扔到医院不闻不问。顾海默突然出现，每天在医院细心照顾她，可她伤得太重，不到1个月后就撒手人寰。再次睁眼，她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婉婉，你在里面吗？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舒知清，对不起，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提，我尽量满足你。昨晚我被下药了，但我会对你负责的。说完，舒婉看见后面墙上有一扇窗户，毫不犹豫直接翻了出去。看着消失在窗口里的舒婉，顾海默不知为何心里竟有些失落。顾海默打开屋门，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口黑压压的一堆人头。毛林业推开顾海默，就想往里冲，结果胳膊被顾海默抓住，疼得他脸都白了。莫娃子，你先把毛知青放开。李队长，我昨晚亲眼看到舒婉进了顾海默的屋子，这会舒婉肯定还在屋里面。昨晚？那你为何现在才来找我？我以为舒知清找顾海默同志有事，一会就回来了，可他一夜都没回来，我这才一大早就去找你。毛林业苍白的脸上一片焦急，任谁看了都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在担心舒知清。站在人群中的唐明生放在身侧的双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昨晚跟舒婉在一起的人应该是我才对，怎么会变成是顾海默？我在村委的破屋等了舒婉1夜，没等到他的人，等来的却是他跟顾海默颠碗倒凤了1夜。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李队长，这个我可以给毛知青作证，昨晚我也看到了舒知青进了顾海默的屋子，舒知青1夜都没回知青点，想必这回还在屋里。李队长，你带人进去看看，不就知道舒知青有没有在里面了？吴桂芳，我认你娘的，你亲眼看到我儿子跟舒知青睡在一起了，你咋就这么笃定舒知青就在屋里？老娘撕烂你的嘴，看你还胡说八道不？周秋芳左右开弓，一连扇了他8个耳刮子，这才住了手。众人看着见怪不怪，表情麻木。行了，先处理舒知青跟莫娃子的事要紧。村长，莫娃子刚退伍回来3个月，跟舒知青又不熟，咋可能呢？你别听别人满嘴胡咧咧就相信了，我家莫娃子倒没什么，可对舒知青的名声不好。事情到底是怎样？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顾海默看了眼李根劳，侧开身子。毛林业眼睛一亮，抢先跑到最前面，结果一只大黄狗从屋里跑出来，咬住他的裤腿就往外拽。李队长，这狗要咬断我的腿了。莫娃子，大黄，回来。胡桂芳兴奋地冲进屋，到处翻找，就连抽屉都翻了一遍，好像舒知青能钻进去一样。没看到人，他很是失望。毛知青跟唐知青不是说昨晚亲眼看到舒知青进了顾海默这个杂种的屋子吗？咋没人呢？毛林业和唐明生也跟着李队长进了屋里，屋里除了一张大炕，就只有一张破桌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别说藏个人了，就连一只母蚊子也看不到。李队长，我发誓，昨晚我亲眼看到舒知青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要是我瞎说，就让我头顶长疮，脚底化脓。是啊，李队长，我也看到了，我不可能跟毛知青一起说谎吧？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李队长，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去知青点，如果陆知青在屋里，那他昨晚自然没跟顾海默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是他不在，那就证明他昨天跟顾海默在一起。这个办法好。是啊，李队长，我也瞧着这办法好，去看看就知道了。胡桂芳，你是不是刚才挨的打太轻了？这明明是毛知青跟唐知青想到的，我只是同意而已。那就去看看吧。我在前面带路。莫娃子，你放心，等会见到舒知青，这件事就真相大白了，娘不会让人平白无故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你头上。走，我们也去知青点看看。唐明生走得很快，来到知青点，抬手就去敲舒婉的屋门，可敲了半天却没有人应。唐明生继续敲门，舒知青，你在屋里吗？在屋里的话吱个声。里面依旧一片死寂。唐明生转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李根劳。李队长，舒知青不在屋里。不在屋里，证明他昨晚就是跟顾海默睡了。我们刚才去捉奸，舒婉躲了，这会不知道躲在外面哪里。李队长，一大清早的，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舒知青，你怎么在屋里？我不在屋里在哪？这不是还不到上工时间吗？不可能啊！李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多人，我总有权利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个啥，李根劳就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舒知青，这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事关舒知青的名声，他也不能瞒着不说。李根劳的话刚落，唐明生脸上就重重的挨了2巴掌。再怎么说，咱们都是知青，还是从小到大的同学，你怎么能这样诬陷我？婉婉，你别生气，这都是误会，我不是。以后请叫我舒知青，你不配叫我的名字，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同学，我真是瞎了眼了，将你跟毛林业当成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没想到想害我的竟然是你们。婉婉，我是被毛林业骗了，他说他亲眼看到你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因为我们都是同学，我很信任他，所以你就可以上下嘴唇一碰，诬陷我家莫娃子跟舒知青吗？看你长得人模狗样，还是个知青，心眼咋这么坏的？这样的事能瞎说吗？你让舒知青以后咋做人，让我家莫娃子以后咋娶婆娘？婉婉，你咋在这里？
舒婉直接上去扇了毛林烨10几个巴掌，扇得毛林烨头嗡嗡直响。婉婉，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跟唐明生这样诬陷我，还要让我有话好好说，我好说个屁！毛林烨，你不是说昨晚亲眼看到婉婉进了顾海默同志的屋子吗？我是信任你才相信你的话，没想到你是在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昨天亲自扶着舒婉去了顾海默的屋门口，将他推了进去。怎么他这会好好的待在知青点，而不是在顾海默的屋子？舒知青待在知青点，我待在我的屋里，平白无故被你们冤枉，这事可不能就这样算了。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毛林烨前一天刚陷害完舒婉，今天就想让舒婉在国营饭店请他吃饭，连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天黑，我看错了。唐知青、毛知青，你们俩这个月的工分全扣了，工分算到顾海默同志跟舒知青的头上，行不？若是再有下次，我就将你们调到别的知青点，并且会上报。李队长，我以后保证看好了再说。我也是，意思就是以后找到机会还是会害我，只不过是这次没得逞而已，正愁没机会报复他们。既然主动送上门，那我当然也不会客气。他们俩的工分都给舒知青，我是男人，身上有的是力气，舒知青是小姑娘，身娇体弱，工分给她最合适。舒婉偷偷看了眼顾海默，没想到他这样体贴，只是这样的体贴是针对他吗？还是对所有女性都这样？刚雀跃的心情有些回落。没关系，来日方长，我一定让他看到我的好。舒知青，你有意见吗？我没有意见，谢谢顾海默同志。不用谢。顾海默见没什么事，转身阔步离开。周秋芳亲切地朝舒婉笑了笑，跟上了儿子的脚步。莫娃子，你现在就收拾东西，跟我回家住，不要再住那破茅草屋了。老大16岁就去当军人，刚退伍回来不久，老二和老三已经成家，生了娃屋里就住不开，只好委屈老大住在村里无人居住的破茅草屋，没想到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娘，我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吧。不行，咱们家虽然只有3间房，但房再小也有你住的地方，让老二和老三的娃跟着他们自己的父母睡，你跟老四睡一个屋。顾海默很少忤逆周秋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顾海默东西少，不到10分钟就收拾好了，跟着周秋芳回了家。胡招娣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顾海默手里提着一个包袱，脸色变了脸。娘，大哥，你们回来了。其他人呢？都在屋里吃早饭呢。顾海默以前当军人的时候，每月的津贴都寄回来，我们没分家都能受益。如今他退伍失业在家，搬回家住，不就多了一张嘴吃饭吗？这咋能行？胡招娣顾不上洗衣服，跟在周秋芳的身后进了屋。娘，大哥。顾海东、顾海南、顾海北看到周秋芳跟大哥走进来，都放下手里的筷子，站了起来。我就说一句，谁的娃谁管，你们大哥以后跟老四睡在一个屋。周秋芳话落，顾海东脸色微变，跟刚进来的妻子胡招娣视线对上。2个儿子一直跟着老四睡，要是跟我们睡，一张炕哪里能躺下？周秋芳也不管其他人的意见，他是通知，不是在征求他们的想法。他4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一直委屈老大。我们知道了，娘，大哥，快来吃吧，这是我和2哥3哥特意为你们准备的。哈哈，本来晚上我也要好好出去吃一顿的，老二、老三、老四让你们破费了。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像我都用美团团购团，听说最近在搞活动，吃喝玩乐团购低至9块9，团咖啡奶茶、汉堡薯条、美发美甲按摩都低至9块9，在美团上搜特价团9.9或点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就用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也快去瞅瞅。毛林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不是说好的，你会把舒婉带到村委的破屋子，他怎么好端端的待在知青点？若是舒婉被顾海默给强了，我不仅有机会将顾海默整死，也有办法让舒婉跟我处对象。舒婉家境好，长得也好看，从小就自视清高。若不是他跟毛林烨关系好，上学那会，舒婉根本不会跟我说一句话，更不可能成为朋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你到底有没有看到舒婉进了顾海默的屋子？我看到了，昨晚我给舒婉下了药，看着她摇摇晃晃出了屋子，本想按照计划将她带到村委成全你们，可舒婉直接去了顾海默住的地方，我拽不走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进了屋子。我根本不可能将舒婉送到唐明生的床上，我爱慕她这么久，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跟别的女人睡觉？算了，以后再找机会吧。顾海默那个杂种没跟舒婉睡成也是好事，以后再找机会让毛林烨给舒婉下药，只要舒婉跟我睡了，以后的日子就不会过得这样苦了。舒婉同志在吗？有你的汇款单。舒婉从屋里出来，看了眼鼻青脸肿的毛林烨，从邮寄员手里接过汇款单，在登记表上签了字就进屋了。毛林烨嫉妒的眼睛都红了。舒婉每个月都能收到家里寄来的汇款单，有时还有各种票据，而我饭都吃不饱，都是号召国家响应来建设农村的，凭啥他过得比我好？难道就因为他会投胎吗？毛林烨揉了揉脸，将一脸的嫉妒揉得柔和些，上前去敲门。有事吗？婉婉，我陪你去镇上的邮局取钱吧。以往都是我陪着舒婉去取钱，舒婉爱吃好吃的，每次都要在国营饭店吃顿好的，我跟着去就能蹭一顿。好啊，一会我们先给李队长请个假，下午去镇上邮局取钱。好呀。毛林烨以为舒婉会拒绝他，毕竟他刚被舒婉打了，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想到糖醋排骨、红烧肉、酸菜鱼，他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看来舒婉蠢得很，昨晚的事他现在就忘了。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舒婉很好拿捏，只要拿捏住他，我在这鬼地方日子就能好过些。李队长，我下午有事请假。行，明天早上按时上工。李队长，我也要请假。看了眼舒婉，李根劳就明白了，今天是舒知清去邮局取钱的日子，每次毛知清都会陪着他，就点头同意了。婉婉，今天中午还是在国营饭店吃饭吗？在国营饭店吃。早上舒婉打了我一顿，今天中午的要多点几个菜，好弥补舒婉对我的伤害。我听说国营饭店最近新出了几个菜，都挺好吃的。那就全部要一个尝尝。上一世她跟渣男闺蜜一起下乡，却没成想渣男和闺蜜搞在一起，被她发现后不但不知悔改，还开车将她往死里撞，将成为植物人的她扔到医院不闻不问。顾海默突然出现，每天在医院细心照顾她，可她伤得太重，不到1个月后就撒手人寰。再次睁眼，她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房间。婉婉，你取完钱了，去国营饭店吃饭吧。走进国营饭店，毛林烨熟门熟路去了里面的位置。他跟舒婉每次来吃饭坐的都是这个地方。舒婉看了眼毛林烨，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国营饭店的人对舒婉和毛林烨不陌生，看着年纪不大的2个小姑娘，每次来点菜却很豪爽。即使毛林烨态度不太好，服务员也忍了。今天想吃什么？将你们店里新出的几个菜全部点1个，再要个酸菜鱼、红烧肉、糖醋排骨。婉婉，这样可以吗？可以，不过今天我不请你吃饭。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说完，舒婉就起身坐到另外一个桌子上，重新点了几个菜，对服务员说道：“我跟那个人不认识，他点他的菜，我点我的菜。这是俩人闹掰了。这小姑娘总算是清醒了，每次来吃饭都是点菜的财大气粗，最后却是这小姑娘付钱。婉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了？这样有问题吗？”看到毛林烨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停，舒婉感觉这一刻很爽，想想以前的自己，难怪服务员总用看大冤种一样的眼神看他。最近剪视频太累了，喝点饮料放松下。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解馋。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婉婉，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吃的。那是以前，以后我们各吃各的。还有，以后请叫我舒知清，毕竟我们不熟。舒婉把钱递给服务员。毛林烨脸上的笑容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国营饭店都是先付钱再吃饭，毛林烨自然没钱吃饭，偷偷瞪了眼舒婉，低声对服务员说道：“我今天忘记带钱，刚才点的菜不要了。”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以前这2个小姑娘来吃饭，白吃白喝的，装得像个大款，眼睛长在头顶上，对我吆喝来吆喝去，反倒付钱的那个像个跟班的。如今这小姑娘终于脑子灵醒了，这个假大款这会像个龟孙子一样，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能错过呢？我忘记带钱了，刚才点的菜不要了。还是没听清。毛林烨大声喊了一遍，店里的几个客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大多鄙视地看着他。看穿着打扮像是知青，怎么这么没素质？没钱吃饭很正常，但大声喧哗吵到别人就是人品问题。毛林烨脸上火辣辣的烫，看了眼正坐在桌前大快朵颐的舒婉，看着桌子上的菜，他咽了咽口水。这么多菜，舒婉一个人肯定吃不了，我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吃，他肯定会给我吃的。今天的糖醋排骨好吃吗？好吃。今天的糖醋排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次，肉质鲜嫩，轻轻一咬就脱骨，太香了。毛林烨盯着糖醋排骨看，金黄色的外皮，排骨吸饱之子，肉香味更是往他鼻子里窜，一看就很好吃。舒婉点了4道菜，他自然吃不完，可每吃一样菜，他都发出夸张的感叹声。咦，今天的菜杂比我以前吃的更好吃，太香了。这个女人下药算计舒婉跟别的男人睡觉，一大早就找来李队长堵在男人门口，却没想舒婉不在屋里，反倒从知青点出来了。知道一切后，舒婉将女人打得鼻青脸肿，结果女人还妄想舒婉请她在国营饭店吃饭。咦，今天的菜杂比我以前吃的更好吃，太香了。还剩下这么多菜，要不然让我吃了吧，不然浪费了。怎么会浪费？我打包回去下顿吃。看见舒婉走出国营饭店，毛林烨急忙跟了上去。婉婉，说知青，你还要去供销社买东西吗？以前舒婉买了零嘴都会分一些给我吃的，她刚才在国营饭店没请我吃饭，一会买的零嘴肯定会给我的。说知青，我帮你拎吧，这挺重的，我都帮舒婉干活了，等会回去她肯定会分她我一半零嘴吃，以前都是这样的，这次也不会例外。给我吧。舒婉接过布袋，开了门直接进厨房，梅里还站在外面等她分零嘴的毛林烨。毛林烨，民生，这次不要再那么蠢，事情成了通知我一声，我还在老地方等。这样我会给舒婉下，但怎么可能让她跟唐民生睡呢？唐民生只能是我的。这要怎么睡啊？没事，树的睡不下，咱们横着睡。那你的脚不是露在外面了？没事，忍忍就行了。忍什么忍？这又不是1天2天的事。顾海默刚从外面回来，当作没听到胡招娣的话，都混成跟我们一样的泥腿子了，整天还这的258万似的。招娣，不许这样说大哥。胡招娣看了眼顾海东没有吭声，去了老三的屋子。最近剪视频太累了，
喝点饮料放松下。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解馋。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嫂子，快进来坐。娃们一向跟他们小叔睡在一个炕上，如今猛然跟我们睡，还真有些不习惯。慧芝，你说大哥以后娶婆娘，这屋子又咋分呢？嫂子，这是轮不到我们当小辈的操心，娘自有安排。胡招娣见他不论说什么，老三两口子都不接茬，悻悻笑了下，转身走了。大哥年纪不小了，娘已经让没人再给大哥物色婆娘了。嫂子是个多事的人，以后你少跟他接触，免得生出是非。我知道。翌日，舒婉依旧摘棉花，还是他昨天分的那块地。顾海墨路过，看了眼舒婉纤细白皙的手腕，脑中瞬间就想到那晚她纤细的腰肢，还有那白得像富强粉一样的皮肤。行动比思想快，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走到跟前了。顾海墨同志。舒婉看着顾海墨笑眯眯的打招呼。该死，不知道这样笑容易让男人冲动吗？你笑起来丑死了，以后不许这样笑。如果实在想笑，就对着我笑，不许对别的男人这样笑。听到前面的话，舒婉的笑容有些僵硬，听到后面的话，差点笑喷。顾海墨这是怕他招蜂引蝶吗？凑到他耳边，我只对你这样笑。顾海墨没说话，从舒婉手里拿过竹笼子，手上的动作快的舒婉都看不过来。不一会儿，竹笼子里的棉花就摘满了。这块地我帮你干完了，你回家休息吧。顾海墨将竹笼子放在地上，准备去摘自己的那块地，刚走了2步，食指就被人握住，有什么东西冰冰凉的被攥进了他掌心。这是谢礼。看着掌心里的奶糖，顾海墨失笑，他一个大男人需要糖来哄。刚咧开嘴，一抹柔软按进他嘴唇里，紧接着嘴里一阵香甜。甜吧，现在的大白兔奶糖可好吃了。注意看，这个女人给知青下药，想把她送到老光棍的床上，结果自己喝了那杯下药的水，还被老光棍扛进了屋里，正好被下山的顾海墨看见，叫来李队长堵在光棍门口。娘，我在山上逮了2只野鸡，明天你给做的吃。墨娃子，自从你回来，我们的伙食改善不少。娘，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刚才你粉针婶子来过了，说是要给你相看个女娃，我给应下了。明天下午咱们一块去她家相看。娘，现在说这事还早。早啥早？老二和老三的娃都能打酱油了，你身为老大还小啊，等给你娶了婆娘，过几年再给老四娶个，我这辈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有心上人了。啥？你有心上人了？这是好事啊！哪家女娃娃？我让你粉针婶子上门说亲去。娘，这事以后再说，我还有事先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顾海墨直奔李根劳家，李根劳刚吃了晚饭，正在门口抽旱烟，看到顾海墨吓了一跳。李队长，出事了。出啥事了？我刚才经过2蛋屋里，听声音有些不对。啥声？有女人声，还有那种声音。这个狗日的2蛋，娶不起婆娘胡来拎吧。2蛋，你赶紧起来，外面都是人。毛林叶又怕又急，都快哭了，他得想办法偷跑，要是被外面的人逮到，他这辈子就完了。2蛋猛地抖了下身子，这才心满意足地从毛林叶身上起来，得到自由。毛林叶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看到有后窗，就想从窗口里逃出去，刚走到窗口，身子就被人抓住。最近剪视频太累了，喝点饮料放松下。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酸甜又好喝。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很多都不到9块9，好吃又解馋。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毛志清，你把我睡了，要对我负责，不能跑。负个屁的责！老娘一个黄花大闺女便宜你了，没找你负责，你还要我负责？好呀，我对你负责。李队长这回就在外面，待会我就跟他说我要娶你，这样我们都没事。不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赶紧给我放手。2蛋将毛林叶往门口拖，一把拉开门，门外亮晃晃的火把，将俩人的脸照得清清楚楚。毛志清，李队长，我要娶毛志清。我不愿意。毛志清，你要是不愿意，就会被当成破鞋，到时不仅要邮件，还要贴大字报。毛志清，你愿意嫁给2蛋吗？所有看热闹的社员这回当回事，听到李队长的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知青虽然长得一般，但是知青啊，有文化。2蛋是800年前立的旗杆，老光棍一个。毛知青要是嫁给他，可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如果不想当破鞋，就只能给我当婆娘。我愿意。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但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李根劳点点头，看向还在津津有味看热闹的社员们。都散了，明早上工不要迟到。现在可以放手了吗？刚才人多还不觉得，这会毛林叶只感觉不仅自己的身子冷，心也是冷的，比寒冬腊月里的天气还要冷。2蛋松开毛林叶，毛林叶得到自由，咬着下唇跑了。看到舒婉，他停下脚步。这下你满意了吧？毛知青，这话从何说起？你在水里给我下了药，要不然我怎么会？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要是你自己下的，谁也是你自己喝下去的，更是你自己跑到2蛋家，跟我何干？这个女人被光棍拖进屋里，被下山的顾海墨看见，找来李队长堵在门口。女人怕名声尽毁，无奈只能答应嫁给光棍。回去的路上正好碰见看热闹的舒婉。毛林叶，你是自己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难道我应该乖乖喝下你给我下了药的水，再被别的男人糟蹋了，这样才能如你的意吗？什么？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我没事。在我这里只分好人坏人，不分男人女人。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
毛林叶看着舒婉被顾海墨这个瘟神护着，狠狠瞪了他一眼，跑回知青点。你真的没事？我真的没事。上次也是他下的药。我估摸着药是唐明生给毛林叶的。唐明生的父亲是中医，耳濡目染也懂一些药理，而毛林叶在学校的时候学习就不怎么样，对于药理狗屁不通。上次毛林叶带着李队长来捉我跟顾海墨，和唐明生一唱一和，用脚趾头猜都是一伙的。这次也是，刚才唐明生震惊的表情，无疑是此地无银300两，不打自招。顾海墨的双手紧紧攥在一起，他当过军人，最恨别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更何况还是针对舒婉，他更不能忍，心里有了数。顾海墨送舒婉回知青点，我让大黄给你开门，有啥事你就让他来找我，我立马就到。大黄，保护好舒知青，有事就来找我。大黄真机灵。他以前是条流浪狗，我娘看他可怜就养着了，没想到我回来后，他跟我最亲。狗是最忠诚的，他知道谁对他好。顾海墨点点头，不放心的再次叮嘱舒婉小心点，这才回去了。老大，到我屋里来下。娘，咋了？说，你的心上人是不是舒知青？刚才去看二蛋和毛知青的热闹，看到老大跟舒知青站在一块，俩人有说有笑的。老大回来这几个月就没见他跟别的女人说过话，舒知青还是头一个，那他肯定就是老大的心上人了。只是这心上人是不是难攀了点？我是很喜欢他。不行，我都听说了，舒知青家境很好，小姑娘长得又好看，不可能会在咱们这成家，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娘，其实我已经在跟舒知青处对象了。真的吗？现在你还反对吗？为啥反对？我之前以为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既然舒知青在跟你处对象，说明人家也对你有意思。娘，谢谢你。谢啥？这些年要不是你，下面3个指不定现在长成啥样呢。老二和老三也不一定能娶上婆娘，说到底是娘对不住你。娘，我爹走得早，我是老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大懂事，我这个寡妇才能将下面3个小的带大。等老大跟舒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给他操办。翌日，周秋芳起来的很早，先杀了一只野鸡，想炖在锅里，等中午上工回来就能吃。胡招娣进灶房看到，咬了咬唇，朝外看了眼，见老三媳妇没来，这才开口：娘，这不是还有一只野鸡吗？咋了？我娘最近身体不好，我想拿回去给她补补身体。那行，另只野鸡你跟慧芝一人一半，都送回家孝顺爹娘吧。你也知道，这野鸡是莫娃子在山上逮的，虽然没分家，但有些事还是要说清楚。下次想孝顺你娘，让东娃子上山逮野鸡。这只野鸡是老大在山上逮的，你跟招娣一人半只拿回娘家孝敬你爹娘吧。娘，这是大哥逮的，我咋能要？我不要。慧芝，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给我吧。不行，你跟慧芝都是我儿媳妇，我一碗水自然要端平。你开口了，我不好拒绝，但也是最后一次。以后老大再弄到啥好东西，你就不要肖想了。这只野鸡你跟慧芝一人一半。肖慧芝想说什么，对上周秋芳严肃的脸，就将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胡招娣不服气的撅了撅嘴，但也不敢再说什么。分鸡的时候，胡招娣手里的菜刀切肉的时候偏了偏，2/3的肉被他割走了。慧芝，你看我这手割偏了。偏了，这没事，你把多的给慧芝就行。我一会给李队长说一声，给你请2个小时的假，你赶紧的把这鸡肉送回娘家去。你也一样，赶紧把鸡肉送回娘家吧。房彩英正准备上工，看到小女儿上门，蹙了蹙眉。当胡招娣走近，闻到肉香味时，房彩英立马换了笑脸。招娣回来了。娘，凤菊，你三姐来了。一大清早的跑来干什么？当他走出睡屋，鼻子嗅了嗅，看了眼胡招娣手里的布袋，笑成了一朵花。呆呀，招娣来了，你回自己家还带啥东西啊？这又不是去别人家。说着话，赵凤菊伸手夺过胡招娣手里的布袋，打开一看，拿出小半只鸡，脸上的肉抖了抖。招娣，这咋才这点肉？咱们家人多，这一人一口肉都分不过来。提起这个，胡招娣心里也是憋着一股气，就将事情经过说了。肖慧芝不要，我本想全部拿回来的，可我婆婆说是要一视同仁，一人一半，我故意将菜刀偏了偏，结果大半的鸡肉让我婆婆给肖慧芝了。胡招娣真没用，斗不过泼辣的周秋芳，怎么还拿捏不住老实的肖慧芝？招娣，听说你娘最近在给顾海墨相看对象，顾海墨年纪不小了，要是相看成了，肯定马上要结婚的，到时你可要把这点，别估得啥都不争。你是顾家第一个娶进门的媳妇，虽然是老二，但老大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家，你就跟长嫂一样，不能什么事都让你婆婆牵着鼻子走。娘，我知道了，你心里清楚就好，不管什么时候，爹娘心里都是有你的。风菊也是真心把你当成姐姐对待。爷，我知道。舒婉今天分到的棉花地跟顾家挨在一起，见周秋芳总是看着她笑，笑得舒婉莫名其妙的，出于礼貌，她也跟着傻笑。你去帮舒知青摘棉花去，你看她瘦胳膊瘦腿的，哪里能摘得了棉花？你一边歇着去，我来摘。